台湾第一点。我嘘嘘称的方式比较平滑一点，他会跟你 say hi。哎，我的怎么那么碧雕哈？螳螂拳。所以你们这边的牛都是买回来专门请他们大便的？也可以这么说，没错。就是买回来以后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用耕田，也不用再做一些务农的事情，你就是来这里吃跟大。我有听过人家是拉迪赛，没有看过人家拉迪赛的。他现在就是在拉迪赛。哎，你看他下面，哎，这样好像是绿挂式的咖啡。对，要不要？猜拳输的喝一杯，敢不敢？以往来到了八斗子渔港呢，你来就是吃海鲜，吹吹海风，欣赏着美景。但除了这个，难道就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吗？听说在八斗子，我们可以用海水染布，来去看看。嗨，嗨，大姐好，你好。我刚刚在外面好像逛，我有看到，他们说有用叫做海染。对，海染是什么意思？海水染布，属狼海水染布是海水染布。我们有加海水下去。哦，海水为什么可以染？因为海水里面有钠离子，它是可以帮助固色的。但是像我们一般在家如果洗衣服来说，你如果碰到海水，你就赶快把它洗干净了。对。染布反而还是要用海水。因为它可以固色，帮助。因为我们是先要染布，属狼是植物染。OK， 所以。属狼是早期台湾主要的山产经济作物之一，因为含有单宁酸及胶质，渔网染色后能加强纤维韧性，是天然环保的染剂。而八斗子早期是一座岛，夏天枯水期时，渔民改用海水来染布，不但利用了海水中的钠离子固色，同时又可以省水，充分展现先民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。这些花纹怎么分呢？像这个就是创意啦。创意你有自己设计的，这我最会。创意，对。那像这个呢？这个它的这个花纹叫做鱼鳞染，你有没有看到它好像鱼鳞？好酷哦！因为每一种布料它染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，都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像这个比较有丝质，它说颜色，你看它颜色变成这色，像那一种也是鱼鳞染。哪一种？这个也是鱼鳞染，这也是鱼鳞染，但是它布质不一样，所以它染出来就不太一样色泽不太一样。而且你看染布你近看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是你远远的看的时候，那个整个颜色层次就会出现。对不对？你很近看的时候，它到底糊到哪一边去？但是你远远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咖啡白分明这样子。而且自己去染的话，创意的话更会惊喜。真的，像这种呢？这种是什么？这种就是自己设计的。自己设计就是我最会的乱染。我最会的。原来这全台首创的属狼海水染，是为了延续八斗子渔村文化而推出的活动。想要做出独一无二的海水染布，只要透过橡皮筋、弹珠、绳子等工具辅助，再利用绑扎、打结等方式，就能创造出迷人多变的图案。白色的布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染成就你想要的样子。对，有什么样的折法吗？就是说它染的原理是什么？是你只要折到的地方，它就不会有颜色。绑起来这个地方，它就变白色。对，它就染汁不会跑进去。对，就这个地方竖起来的地方就是白色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说我要这样子，我想要说好，我这样一把手把抓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就把我的手这样绑起来，就像绑，这样一直绑。那你扎的越紧，它留白的就越这样一直捆，然后我就会染出一个手指来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像那个这样染出一个手指，这种。那基本上你可以用弹珠，如果你想要这样绑的话，你可以用弹珠，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弹珠很可爱的形状。你的手就不用下去泡热水你的手就不用下去泡热水。泡热水为什么？它染不就是加染剂而已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这是热染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折好之后，我们会放到热水里面去滚，这样它颜色比较吃得进去。那我觉得还是不要用手，要放到里面用滚的。对。所以能有什么方式？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鱼鳞染。鱼鳞染我最喜欢怎么做？鱼鳞染很好玩的，怎么做？就是它就需要一个辅助工具，就是这个绳子。对。好，然后你把布摊开来。摊开来，好，那这样子放在这边。然后呢？我们用卷起来的，
这个卷起来，你越细越好，哦，卷得很细这样。就是嘿，哦，那一直卷，一直卷。嘿，卷到底。好，把它卷过去。嘿哎，那这原理是什么？我都不懂。好，现在的好玩了，这个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甜甜圈。甜甜圈，小朋友最喜欢，来。哎，怎么做？哦，你先拉一边，我拉一边，我这边你帮我这边按住一下，按住，嘿，然后我这边挤过来，来，那我按住，你那边再拉，帮我挤过去，挤过来，哦，然后这边把它打结起来。哦，它等于是算用挤压的效果，把它挤成一个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卷过去的所有方向，它是规则性的，所以染出来它就会变成像这样。对，金葱的那个。嘿。哦，这是鱼鳞染。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，运用不同的道具和绑布技巧，呈现出来的花纹图案也会截然不同。另外，染布的厚度与材质也会影响最后呈现出来的渐层效果。蓝大姐说，掌握这几种基本技法后，就可以一边构思成品图案，一边揣摩各种折布的方向、缠线的位置，当然也可以发挥创意，用自己方式绑出与众不同的作品。1770年，杜家五兄弟就从福建移民来这里。杜家五兄弟？对，我们这是杜家村，姓杜的很多。哦，度假了，我以为是度假，来这边度假的5个兄弟，然后度着就来到八斗子，就变成八斗子了。我以为是度假，哦，杜家五兄弟移民来这里。好，然后他们在这边定居嘛，他们就是从那边就带个渔网，两件渔网来这边开始捕鱼。那以前渔网是用棉纱。像这种类似米色种哦，米色是白色，对，你去海水里面染布是很容易腐坏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染，所以我们那先民很聪明，他们就用鼠狼去染渔网，那染渔网又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我们白色在水里面，鱼会看得到线。对哦，那你拿那个咖啡色的话，哈，那它在视线就会干扰鱼的视线。哦，好聪明哦。但是你看哈，当初他是杜家五兄弟来到台湾，来到基隆八斗子这边，他可以想说就在这边定居，因为捕鱼。你想想那时候的鱼有多多，现在呢？窦家2兄弟都捕不到知道吗？还杜家5兄弟，所以也就是环境的问题。早期环境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有一句就是常常小朋友，我们那年代小时候啦，对，要开学要注册的话，对，那家里就拿不出学费，对，那怎么办？爸爸赶快出海去捕鱼，学费就有了。捕鱼就有了，捕鱼就有学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爸爸出去749天回来还缴不起学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出去有够酷的回来，爸爸学费呢？要做远洋才有了吧，对不对？现在近海比较少了，近海越来越少。这个其实跟环境是，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想一下，为什么近海的鱼越来越少了？你知道吗？好好想一想，不要再乱丢垃圾。染布 DIY 当然要加一点创意啦，这才像是我的风格。但也因为这样，现场除了我以外，大姐们应该都很清楚自己会染出什么样的图案吧？绑好的布得先用冷水浸湿，再放入鼠狼之中煮半个小时，使纤维快速撑开，让颜色迅速吸入布里面。趁着空档，蓝大姐还要加码，教我制作小卷一夜干。我们找这个尾巴这个尖尖的地方对齐中间，就你可以就剪到底。这一定很好吃的。这肉很厚哈，清脆哎。你看，哎呦你看这个有卵，这个拿掉很可惜。对啊。那我们拿的时候小心一下，这个背鳍哈，这个不要拿掉，因为这样比较整也漂亮，晒起来的话比较。那你这些拿下来的这些，它的内脏类你怎么办？我们就丢掉了。哈？不用。没事，你别这样给我蛋掉，你搞老嘞，我蛋都没炸到。这超好吃的哎，很好吃，对。这超好吃的。
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大姐的须须可以这样撑起来，你的嘞？对。等一下，我的须须哈，我跟你讲，我须须撑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我须须撑的方式比较移滑一点。他会跟你 say hi， 好吗？原来还要撑须须是不是？也可以不撑啊。硬制作人要求。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猫。有没有？好，那就一夜干就完成了。哦，就这样子哦。好酷！你看我这还有撑出来，你看它这样。有没有？对啊，有没有？好掉在哪边？好，我们就后面这里。好。就这样给它掉。掉着就好了。这要掉多久？其实一夜干是吹风，但是今天有阳光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只要表面干的话就可以了。大概这算不算是一个熟成的概念？用紫外线熟成。但是里面它水分基本上会含了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挂的真的不一样，真的每个人撑的不太一样我的怎么那么避标哈？螳螂拳，我的一夜干是螳螂拳。只能说我们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哦。小卷一夜干才刚挂好，我们的鼠狼染布也煮好了。既然要体验渔村文化，蓝大姐贴心的准备了早期渔民防滑用的草鞋，让大家可以安全的拆礼物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要开奖。对。现在分得出来谁是谁的吗？你认得出来吗？我的最好认的，我的超好认的，怎么洗？我们先要把它拆开来。要拆开，我都忘了我怎么绑的，你要叫我拆哦。你就把那个剪掉。我怕剪到布我用拆的。可以吗？对啊。好，可以。我很怕我自己把布，我的创意就是破洞风。看一下。哇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我好期待啊！最好玩的就是这个部分。真的吗？最好玩的时候开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拆礼物的时候。它有一个味道它是鼠狼特殊的味道。我的已经打开了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你的，看一下。好漂亮哦！所以你们这边的牛都是买回来专门请他们大便的？也可以这么说，没错。就是买回来以后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用耕田，也不用再做一些务农的事情，你就是来这里吃跟大。我有听过人家是拉迪赛，没有看过人家拉迪赛的。他现在就是在拉迪赛。你看它下面，这样好像是绿挂式的咖啡。对，要不要？猜拳输的喝一杯。台湾第一点，看一下你的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好漂亮哦！就是刚刚三角形的那一种。你这是用三角形折成这样？刚刚你折的那个三角形。我这个是螺旋的，螺旋状的。对，你刚刚没看到。哇，好漂亮！你的呢？这是那个鱼鳞的。鱼鳞的，我们两个的比较接近哈，就是属于乱染型。乱染型。可以，我帮你拉一下。开奖了，好神秘。为什么我的没什么变化？有啊，你的弹珠啊，鱼鳞在这里啊，鱼鳞在旁边。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那边看得出来吗？火星地形看得出来吗？两个弹珠很明显。火星地形，我两个弹珠后，拿这样看更明显。哇，好，那现在得把它放到水里。而且这个你要注意一下，泡水的话，泡海水跟没泡海水颜色会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好，你先泡，先泡一下。我这一条就先不要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洗一下，你们先洗。这怎么洗？就这样洗就好了。就洗清水。因为有的人他不喜欢这个颜色，洗出来的话会比较红色。我的也是有泡海水，泡完以后，泡完以后感觉比较好看好看比较粉红色这比较粉对，有的喜欢那一种颜色，有的不喜欢柔和一点。你看两个颜色就有差。哇，其实不错
你看鱼鳞都出来了啊，弹珠也出来了。哇啊，反而是用真的，反而是用那个你要绑得够紧。我发现我绑得不够紧。够紧，对我绑，你看，那条鱼鳞，绑得够紧的时候就会变这样。而且要好漂亮哦，细一点。哇，我这个无解了哈。我如果当一个旁观者来评断这块布，我会觉得你要白不白，要红不红，要咖啡不咖啡的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因为可能我缠得不够紧啊，它那鱼鳞纹没有出现。我如果再把它缠紧一点，它其实很像一个双鱼座的概念，有眼睛双鱼这样那个概念。但是可惜没缠紧，这也就是你要试过玩过以后你才会知道。当然啦，如果说按照他们的那个方法去绑，但就失去了我的味道。但我还是觉得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喜欢。哪怕做错了，哪怕做得不好，但至少我去试了。这也就是人家说的失败为成功之母，因为你再给我一次，我就懂啊，我要怎么做会做好。我怎么觉得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样？不一样哦，你看你都有创意。哇，真的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种在做这种海染布啊，有一种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叫做外行的看热闹，内行的看门道，因为。我们比如说看到很整齐的，你会觉得哇，整齐好像有些人不喜欢那么整齐的，会觉得整齐的就整齐啊，我想要做一点点创意。殊不知你乱绑才是创意，对，就会是乱的。对。但是如果要真的绑出一个有规则性的，你反而需要想要怎么绑。所以真正会的人其实是要懂怎么绑，你要怎么去创意，对不对？要懂怎么绑像我们这种乱绑的出来就真的很漂亮啊。哦，你郎今后，那如果说这样也很漂亮，我来弄我绑你谁？你对自己不满意呀？这么漂亮嘞！鼠狼是天然的植物染料，不会造成海洋污染。有机会来八斗子与海共舞，用纯天然、环保而且实用的材料，就能体验手作染布的乐趣。运用巧思完成只属于你的作品，更能体会鲜明的生活智慧。不但乐趣满分，成就感更是破表。牛年到，在以往呢，务农的社会牛只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但现在务农人口减少了，怎么办呢？在宜兰有一个耕牛小学堂，让牛粪都不牛粪了。什么意思？来去看看。哇，水牛大水牛。嗨。他在紧张，他的耳朵这样，那我们还是不要碰他。嗨，金凯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小豆。你好。听说啊，你们这边养的牛，你要怎么问呢？这牛粪，对，牛粪都不牛粪了，是什么意思？牛粪对我们来说，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，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用途。可以让现代人去了解说，牛粪有很多的不同的用处。所以你们这边的牛都是买回来专门请他们大便的？也可以这么说，没错。就是买回来以后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用耕田，也不用再做一些务农的事情，你就是来这里吃跟大。也可以这么讲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是这样。然后当偶像给大家看。给大家看。对。哇，这边好多牛，但是你把它分2区这里是水牛，然后这边呢？这边是黄牛。黄牛。对。但那个应该是白牛吧？对，那个黄牛的一种也有白色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它该不会就是那个邵伟跟小马以前有采访过的那一头？对，他本来在哪里？芳苑在芳苑那边。小白，我叫小白。小白来了。所以小白是海牛它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宝了，而且我们现在出发的方向就是到海边。就是它对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先穿进来。他们会不会逗人呢？他们不大会。是哦。对。他在闻你。他们会闻大家。他会好奇。在闻你你身上是有牛味是不是？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只是母的，这是母的，黄牛都是母的。它闻的是公的。对。所以，哎呦。你蛮吸引牛的通哥。他刚才在闻你，而且他闻你的样子，散发出满满的爱的。
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这边的牛都是哪里来的？这边的牛有从彰化来的，对，然后也有从那个云林来的。云林，对，可以摸它们吗？可以摸它们。那个第4只可以摸，那它呢？是小白，它会撞人，不行。哎呦，它耳朵在往后。哎，小白，不会的，你看，我对动物还是可以的。小白，哇，牛最讨厌别人摸它哪里？我刚一摸就摸到了。最脆弱。我头骨是最脆弱，没错。它呢？它怎么？哦，它比较黑耶。它叫 Lovely， 它有的那个黄牛啊，它在冬天的时候会换毛，就会变黑色。所以它是最乖的。对，它是最乖的。是哦 ，Lovely， 真的哎，好温暖啊！好了，不要这样，他们身上都比较没有牛味，为什么？比较没有，因为我们这个地垫里面有用那个稻壳把它烧成黑色，它可以吸湿排臭。吸湿跟排臭，稻壳对，可以吸湿。它要怎么让它就先烧过？把它烧成黑色的，烧成黑色的，对，就可以吸湿跟排臭。对，然后可以当堆肥。你们会不会太好命了？连牛舍地面当成垫料的稻谷都得另外加工制作。靖凯说啊，黄牛跟水牛除肤色不同，在生物分类也是不同属，彼此无法交配。而接下来要认识的牛老大，听说牛脾气可不小呢。他听国语还听台语？他都听得懂。那他名字叫什么？他叫牛王。来啦，牛王你来啦，你过来一下。过来，你来，过来。哎，我没有吓到你这边怕屁呀！你们，这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你知道，其实动物啊是很有灵性的，而且牛其实蛮有灵性的。它其实会看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。你有没有发现它刚刚比较不敢凶我？没错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训过太多种动物。对，所以他就知道你是有经验的人。来，对，如果胆小的他就直接冲你。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，过来，不要在那边一直吃东西。你已经很胖了，你知道你的肚子现在很大一个，很掐，它就是很空，有没有？说他们的牛王嘛，但是一只母牛牛王，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从牛到人类都一样，不要惹女人。这2只比较小，这是青少年。青少年，对，这只叫美女。美女，对。但他们在这一群里面，他们不就最弱势的吗？对。是哦。但弱势厉害的生存之道是可以撒娇。哦。他们可以头拍在那个大的牛的牛背上，然后休息啊、睡觉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欺负了。哦。因为那个王会保护你。哦。哇，因为水牛是群居性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果然是比较年轻轻少，没有像他们这么凶，你一直维持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哇，而且它牛角是温的。我有听过人家是拉迪赛，没有看过人家拉迪赛的。他现在就是在拉迪赛。哎，你看它下面，哎，这样好像是绿挂式的咖啡。对，要不要？猜拳输的喝一杯，敢不敢？摘完第1点，它牛角是温的，因为只有它可以这样摸，其他你稍微碰到你就要开始，它牛角是温的哎，牛的你以为它是就硬邦邦的骨骼，或者是像指甲一样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没有，它是温的，好温哦，有快要39度的温度。对啊，好温暖哦，嗨，它喜欢被人家摸。真的哈，对，感觉得出来。你看它，哎，哇！如果牛角是冰的话，就表示它生病，就要注意它身体状况。哦，对，好可爱哦。别看它们一脸萌呆样，一只成牛每天食量约在50公斤，而排出来的大便约有30公斤哦。牛是草食性动物，因为没有喂蛋白质的饲料，牛粪里都是高纤成分，排出来的大便一点都不会臭。经过了堆肥发酵处理，制成有机肥料，不仅干净不臭，还可以让土壤永续耕种，同时也解决了农场牛只废弃物的处理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牵它出来，
要带他去。我们等一下要带牛跟我们一起去犁田。犁田？对。哎，我没有带牛犁过田。对，我本身小时候犁田犁蛮多次的，就骑个摩托车出去就犁田了。走，好，别往上举，这不走，我不想让它拖太深，走，我们它长。那走高比啊，对。那我们走那个。慢一点呐，你太快了。萌萌，慢一点呐，后面摄影机在等呢。等一下，萌萌，你等一下。你刚才说后，你要拉一下就好。后 ，Go。好好玩哦 ，Go。走，然后到底的时候跟他说后，然后把它拉平一下。回头，来回头的话比较难。走，回头，go。你回头那个要提起来，然后让它回转。哦，哎，你帮你用一下。哦，好，回头比较难，回头怎么回啊？慢步。其实是有运动到，因为它在盘气。然后它。会故意挤一点，所以它不太响。对啊，可以了吗，萌萌？然后那个停一下，它在挤，它在挤，你看，你就没有屎了，不要再挤了。懒牛后屎尿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啦，懒就因为他只要开始要理，因为他要工作啊，他就是想说，我现在要大便，你不会叫我动了吧？我现在要尿尿，你不会叫我动了吧？但殊不知，我们已经看穿你的一切了。差不多你就动吧，这样子。动，出力一下。对。它出力，它尾巴就会翘越高。对啊。越出力会翘越高。哇！哦，它力气很大哦。好了。哦，它力气超大的哎，牛的力气有够大的。哎。又开始尿，它就会挤一下，就挤那么一点点，你也开心是不是？以器具跟动物的合作来说，我觉得在更久远以前的人类能够去发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个事情。牛一开始真的就是帮忙务农，它到后来才变成是食材的一部分吧。那以前可以用那样的器，现在都被机械给取代了。但是有多少人？现在社会上还有多少人知道，原来牛是真的可以用这样的力量，而且去犁那个田？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犁田的那个器具啊，插在土里啊，大概有这么深。你光用人的力量去拉这么深的土拉起来，那个太难了。但是被牛这么一拖，轻而易举啊！我觉得古老的智慧真的还蛮厉害的，而且让牛跟人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。然后喂牛啊，这种啮齿类的牛啊，它牙齿是平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喂哦，你不要这样拿给它哦，你的手指就会被咬断。它吸进去，然后你一定要这样平的，你平的拿给它就好了。对，它就不会咬到你。所以你去农场啊，喂马喂牛啊，都是这样平的，你就这样平的给它就好。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我喂你，它就一去你就是啪咔就断了。对。哎，某某，哎，你的嘴唇蛮厚的，还蛮有力的。要不要喂喂看？又来了，很好玩哦，真的啦，真的来啦，触感很特别。来嘛，他想喂啦。啊，你过来，放平哦，放平给他，对，放平。它的舌头是有点像猫舌头，它会有尖倒刮的那个。对，因为他们要分解草，所以他们需要粗糙一点的舌头。对。你不用怕它，只要你要在它正下，就接触牛，只要有吃的你就。哎，你刮到我了啦，好痛哦！你的舌头能不能轻一点啊？虽然台湾的牛耕文化已经被机械所取代，但游客可以在这里透过与牛的亲密接触，重新认识了台湾这片土地的文化与历史。就像牛粪，原来和我们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
这是什么？这牛粪吗？这个是牛粪，嗯，然后我们已经把它煮熟了，煮熟了。对，把它煮熟了。为什么要煮熟？要把它煮沸之后，然后再加上水，那才有办法做成那个牛粪质的纤维。我有听过人家是拉迪赛，没有看过人家拉古赛的。他现在就是在拉古赛。哎，这个怎么做？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是那个洗牛粪的步骤。洗牛粪？对，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网子，等一下我们会把牛粪全部倒进去网子里面。好，我帮你倒。好，然后我们会加入清水来清洗它。我选择倒，我不选择拿网子。哦，拿高一点，拿高一点，给我们摄影师看一下。你看一下他那个，哎，你看他下面，哎，这样好像是滤挂式的咖啡。对，要不要？猜拳输的喝一杯，敢不敢？不敢，对不对？就是笑你们不敢，不敢就算了。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的是那个牛粪跟纤维的分离。牛粪跟纤维分离怎么分？因为它这里面现在还有那个牛粪的成分在里面，你分到我。我们要把它那个牛粪跟纤维做分离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用清水，用清水，然后我们会把它压出来，就是像在那个以前在那个溪边洗衣服的感觉一样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碾出来，这样子。借我玩一下，借我玩。好。那它现在都是那种咖啡色，我们开水。对，挤出来都是那个牛粪的部分，那里面等一下留下来都是他之前吃过草的纤维。对，为什么会有一种，就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阿莫尼亚的味道。对，真的哎，来，你闻闻看。来，你品过没？来啦，要证实有阿莫尼亚，你是。然后可以拧一下。哎呦，你来啦！透过牛粪加热，然后把它变成爆米花。对，在烧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烟熏味。烟熏味，对。哇，对不？起火达人不是白叫的，你的心里会产生一点牛屎的感情，真的。台湾第一点，哎呦，你来啦！那有没吗？你品过吗？你品过吗？洗的时候会有味道。没有。这不对，皮肤非常的好。好啦，不要闹，好，我把它洗牛粪，把它洗牛粪。哎，我还洗比较干净的给你耶。你闻现在就有。牛粪以前还有一个功用，牛粪以前还有一个功用是把牛粪晒干之后，它就可以泡茶，叫牛普洱，因为它有那个普洱茶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一般人容易被排泄物字面印象所误导，其实牛只吃草。消化后的牛粪虽然还是有一点味道，但不像肉食性动物粪便的恶臭。反复的清洗干净后，剩下纤维就是我们要的材料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纯纤维跟水的部分。但它的牛，我发现牛的纤维比较细耶。对，细短的。等一下我们要先搅一下，要先把那个粪水搅出来，搅均匀，应该是算纤维水，把它搅均匀。对，然后我们再会做这个以后，你就可以当粪青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过筛，然后轻轻的往上拉。这样够吗？够，等下水漏了。不够哎，我们要再拉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要那个慢慢的直上直下，对，慢慢的直上直下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慢慢的上就好起来。但其实如果以这样的概念来看的话，对，其实所有吃素的，都可以拿它的屎来做成纸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的消化系统，以这样来说，牛的消化系统到底好不好？它已经有4个胃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它消化系统应该算是好，因为它
进来的时候，它牧草是一只很长又很粗的牛，然后会被它用7天的时间反刍，把它磨细成这个状态。应该是好的。是哦。对，它其实摸起来很像没有那么利的沙子。对。那像我们现在这样拉起来以后，要怎么？要晒干？我们要把它晒干。今天没有太阳哎，它要怎么？这个大概要晒1个月。1个月。宜兰的天气，宜兰的天气。我的思维已经开始透视到它从出来的地方怎么回去，它怎么透过4个胃来消化，然后出来以后，原来的牧草被它消化完，只剩下那么细丝哎，而且那个细丝就很绵密，它不是那么的粗糙。你在洗它，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牛肚子里啊跟肠道那些消化的味道啊，甚至是一些阿莫尼亚的味道，但它整个洗完之后，你把它回收再利用，其实也蛮有趣的。利用草食性牛只排出来充满纤维的粪便制成了再生纸，不但质感特殊又环保。虽然粗糙了一点，但要画画写字可是一点都没有问题哦。而纸浆还能做成别具特色的牛粪象棋，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它们的原料其实是牛大便。哥只能说这里的牛粪很文青的。正所谓一屎在手，希望无穷。为什么？因为牛屎可以做太多的事情，而且这坨牛屎听说是万中选一的牛屎。对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它是从那个几百颗掉落的，捡到一颗比较形状比较完整的牛粪。因为牛粪它只要一下去重量，它就像那个生日蛋糕不小心翻车掉了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大完以后，牛有时候还自己会踩到。对，所以要能够完整在那边晒干之后取走的，其实蛮难的。对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那我们先来做这个叫做那个水苔。对，水苔球。水苔球怎么做？对，等一下我们会先挑一个植物。对，挑一个植物之后，对，这是海棠，然后这个是水苔，就是很多植栽会使用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有点像在包饭团一样，我们会把程度非常好。对，我们会把水苔打散。对，大概这样。好。然后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牛粪堆肥，倒一点进去就好，因为不会太咸。对。所谓的太咸，就是在植物这样是碱，对不对？对，太碱，然后对植物也不好。对，它就是没有取得平衡的话，它就是那个有氮磷钾肥，那肥料不能下。只有其中一个太强的话，对作物来讲不是太好。这样好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脱盆。我想一下要怎么。好，搭一下颜色。OK。有透明的。水苔球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栽种方式，利用水苔吸水力强又透气的特点，以水苔当成生长介质，加入牛粪堆肥供养分，将植物稳固包覆，取代了原本的盆栽容器，跳脱了一般盆栽的形状，随便摆放都很疗愈。我的水苔球好了，对。帅吧，用牛粪做的，所以它这里面就会有养分。它这样养分可以维持多久？它这个可以维持1年，1年的时间。对，可以维持1年的时间。哇，蛮久的哎。1年之后，它会有那个土壤酸化的状况，你就会把它拆掉，然后再重新再做一次就好。对，再移植就好。哦，好酷哦，这样就可以。是哦，好简单哦。对，它不会很难。牛粪功用实在太多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说在市面上买不到，我可能不会去挖牛屎。对，但是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更去了解原来牛它是怎么样在这片大地上面的活动，它是怎么样生产的，它是怎么样可以帮人做事，可以往回去看这样的教育，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义的。我们还有一个什么？那个爆米花。爆米花。牛粪爆米花。对。你真的有吃过吗？有，我每天吃。每天吃。对，好，走，来去做牛粪爆米花。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牛粪餐呢，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你不用直接食用到牛粪系列，你知道吗？是透过牛粪加热，然后把它变成爆米花。对，但爆米花也会有特别的味道吧？这样爆米花会有一个那个，在烧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烟熏味。烟熏味。对。哎呦。烟熏我内行的，来，那我们把它叠起来。好，但这中间要用报纸编下去。对，把它当火种。
不要觉得我们在搞笑哦，因为在西藏，牛粪当燃料已有1000年的历史。经过日晒风干后的牛粪，不但没有异味，反而有股淡淡的青草香。当成柴烧，哎，真的很有环保概念。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不？起火达人不是白叫的哦。它已经在融化了，要大火维持20分钟，大火维持它才能爆。我昨天试过了。来，你是华人啊？今晚我也台湾第1点，你是华人啊？今晚我也喂，这是头啊，加好倒起来就起啊。没有平底锅，因为它面积没那么大。我昨天试过。底下就把底下的。你根本没有在动镜头，你就这样。我有在动啊，你仔细看一下，我有上下摇，而且摇得很慢。那有在晃的镜头不要。因为它这绝对不会晃，这镜头很。无啊，那倒起，那倒起，那倒起，都两个啊，有温度的。好啊，你卖架也较悬，你架火甲吹边啊，迄个。把它这镜头变得很有感。好像阿空我真的来到这里，还没场恋爱。我们来看一下锅子里面哦，锅子里面来，锅子盖子打开看一下。我开始滴滴答答了。往后，可以。精华时间，你把它摇一摇，我帮你吹过。哦！来哦，牛屎爆米花哦，要吃的人进来哦。等下吼，大家拢要试一个啊。有没有？哇！应该差不多。哦，我懂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又可以拿来这样摆着，刚好当垫子，又可以直接吃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是你的心里会产生一点牛屎的感情，真的，来，我吃一点。你今日吃对？我今日吃。你无吃过我放的爆米花吧？对，啊，无吃过带新的爆米花。对吧？来，通哥，这是你刚刚自己在那边弄的。有没有？对牛屎有没有产生一丝丝的感情？哇，好香啊！好吃哎！而且你知道这要怎么吃吗？要这样，要熏一下。有一种扭转乾坤，然后有一种牛屎的田野香味。牛年行大运 ，I love you。纯天然干燥牛粪燃烧起来，基本上不会产生类似柴火、木炭、煤等燃烧后的有害物质，同时也燃起了我对牛粪的好感，所以这份特别的礼物我就收下喽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礼收大便的。对，而且可以把大便变成一个礼，好像也不错。但就是我们这种野外跑的人，可能也蛮需要的，因为我当下能想到的，可能不是拿它来烹饪，可能不是拿它来做一些什么，像做什么水苔啊，或者做纸啊。但我会把这个牛屎，我如果在野外，它应该会是个很好的蚊香，可以驱蚊。其实它烧起来没有那么臭。它烧起来其实有一种很古色古香、很以前田园风情的那个味道。你闻到那样的味道，你脑子里可能就会跳出你曾经在乡间里面看到的场景。
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